你敢相信吗？在今天的中国，每走上街头的3个人里，就可能有1个人欠着网贷。越来越多的人不是靠工资活下去，而是靠借钱苟延残喘。是的，2025年的今天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。数据显示，仅在2024年，中国就有2500万至3400万人拖欠个人贷款。如果把那些逾期未还却还没被正式认定为违约的借款人算上，风险借贷人口更是高达6100万至8300万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号称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国家里，每15个成年人中就至少有1个活在债务黑洞里。这不是数字，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。新冠疫情之后，中国经济再也没缓过来。2023年，中国青年失业率官方一度公布到 21.3%， 之后干脆选择不再公布。真实失业率有多高？有经济学家估算，2024年实际失业或半失业的青年人可能超过4500万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靠父母吗？可是父母也背着房贷、车贷、养老金勉强糊口。于是年轻人只能去借钱，靠贷款来苟活。29岁的王先生曾经是一个普通互联网公司员工。2022年被裁员后，他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。失业救济金没有，父母资助，他们自己都欠着房贷。于是网贷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我知道借1万要还 1.3 万，但不借就得饿肚子。王先生在抖音上这样说。他不是个例。根据龙州精讯的研究数据，25至40岁之间的男性是网贷平台的主要用户。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刷爆了信用卡，不敢再去银行碰壁，只能转向网络贷款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群体中的不少人借钱，不是为了生活必需品，而是为了赌博、投资失败后的填坑，甚至是为了维持表面体面。而一旦以贷养贷的雪球滚起来，就没有回头路。很多人以为网贷就是支付宝的花呗、京东的白条，和信用卡差不多。错了，网贷的世界就像一个分层的陷阱。最上面一层是阿里巴巴的花呗、京东的白条，他们披着正规的外衣，审核严格，看起来利率也合理一些，但额度有限，只能吊着人们的胃口。往下走一步，就是拍拍贷这样的中型平台，广告铺天盖地，口号永远是低风险、轻松借，可一旦踩进去，才发现利率暗暗偏高。再往下，那就是彻底的深渊，无数小型网贷和高利贷平台。只要点一下广告，钱就会立刻到账，可那背后的利息简直像魔鬼的镰刀，割得人血淋淋。有媒体披露过一个案例，山东大学经济系教授在拍拍贷借了 10.8 万元，年化利息竟高达 1080%。就算立刻还款，平台依然强收3240元额外费用。这意味着钱没花，债却更重。澎湃新闻也曾报道过，有人借1560元，17天后利息暴涨到13764元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贷款，这是合法外衣下的掠夺。根据 Gavco Dragonomics 的估算，风险借贷人数高达8300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日本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国有8300万人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我今天要去工作，而是我今天该还哪一笔贷款。更讽刺的是，这种借钱为生的模式，居然和中国政府大力鼓励的扩大消费政策不谋而合。央行、商务部天天喊口号，要促进消费，拉动内需。可是普通人消费的钱从哪来？工资停滞不前，房贷压在头上，社保改革迟迟不落地，于是消费靠贷款，生活靠网贷。结果呢？消费是拉动了，
但拉动的是平台利润和债务黑洞。很多人会问，既然还不起，这些人是不是都成了老赖？会不会被抓？现实却更冰冷。在中国，除非涉及大额抵押贷款，大多数网贷违约者不会进入社会失信名单，因为平台一开始就知道这些钱收不回来。他们的策略是把坏账打包卖掉，转手交给不良资产公司。接下来，借款人就要面对最可怕的一环：第三方暴力催收、电话轰炸、短信威胁，甚至直接上门羞辱家人，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。很多人因此选择躺平，不还就不还了，反正杀头的生意有人做，赔本的生意没人干。于是，债务泥潭成了一个无法退出的循环。别忘了，在这场全民债务狂欢里，有人正在笑。大公司阿里、京东旗下的金融业务营收节节攀升，中小平台靠高利息、灰色操作快速致富，不良资产公司专门收购坏账，靠催收暴利，而唯一被掏空的是底层民众。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：2024年，中国家庭贷款中房贷占比高达 65%。2024年，2500万至3400万人已经拖欠个人贷款，8300万人靠网贷维持生存，相当于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 5% 至 7%。财新报道过的利率案例显示，部分平台的年化利率超过 1000%， 即便最高法规定年利率不得超过 36%， 依然挡不住平台变相收取高额费用。这就是今天的中国，一个人靠贷款买房，另一个人靠贷款吃饭，更多人则靠贷款装作还过得去。如果说美国人喜欢用信用卡提前消费，那至少他们能拿到稳定收入去还。而中国人呢？很多人没有收入，只有债务。这不是一代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溃烂。别以为网贷只是借钱还钱这么简单，事实上，它背后早已织成了一张庞大的黑金产业链，环环相扣，吞噬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。首先是平台端，那些网贷平台表面上挂着普惠金融的金字招牌，看起来像是在帮年轻人解燃眉之急，实际上靠超低门槛加极高利息疯狂吸血。你点开一个链接，几分钟就能批下来额度，但背后的利息足以让人彻夜难眠。资金端也在推波助澜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银行、信托，甚至一些国企基金都在背后给网贷平台输血。为什么？因为网贷带来的收益率比存款和国债高得多。在资本逐利的本能面前，没有人会拒绝这块肥肉。广告端更是铺天盖地，刷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的时候，随处都能看到轻松借秒到账的宣传，向猎人撒下无数的网，只等着那些走投无路的人自动钻进去。然后是数据端，大数据风控系统不是为了保护用户，而是用来精准筛选最容易上钩的人。25岁失业的单身青年，3线城市刚买房的年轻夫妻，小企业破产的老板，他们都是最好的收割对象。系统冷冰冰地把他们打上高潜力客户的标签，却没人关心他们的生活正在被一点点掏空。最后是催收端，一旦逾期，坏账就被打包卖给不良资产公司，催收公司立刻粉墨登场。他们用暴力、恐吓，甚至舆论羞辱，把一个个普通家庭推向崩溃的边缘。欠的不仅仅是钱，而是尊严、亲情，甚至是活下去的勇气。这就是网贷的真相，从你点下借款那一刻起，你就成了一块待宰的肥肉。债务不是一个人的痛苦，而是整个家庭的枷锁。家庭崩塌知乎上，一个女孩写道：我爸欠了50万网贷，天天被催收电话轰炸，我妈离婚了，我不敢接电话，也不敢告诉同学。
婚姻解体，根据民政部的数据，2024年离婚率攀升到4.1千分号，不少案例与债务纠纷有关。有人说，不是感情破裂，而是被钱压垮。教育断层，越来越多家庭为了还债，削减教育投入。教育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农村地区辍学率比2020年增加了12%，债务压力是重要原因之一。债务正在改变中国人的家庭结构。过去，中国年轻人被称为房奴、车奴，现在新的标签出现了，债奴。他们的共同点是，工资刚到账，一大半直接被扣去还贷，不敢结婚，不敢生孩子，不敢换工作，消费靠贷款，生存靠借债，人生靠透支。一个国家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是年轻人，是未来。可如今，中国的年轻人却被债务压垮，成为未老先衰的一代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既然这么惨，为什么国家不出手？答案更残酷，国家需要。因为拉动经济靠什么？靠消费。而消费的钱从哪里来？靠借贷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居民杠杆率高达63%，比2010年翻了2倍。这意味着几乎所有消费增长都来自借贷，而不是收入增长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网贷，中国的消费数据会更难看， GDP 会更难看。于是国家选择了默许，只要不出现大规模暴力事件，网贷就能在灰色地带继续存在。今天的债务困局还只是开始，未来会更惨。经济下行的压力像一座无形的大山，压在每个普通人的肩上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跌破3%。在失业高企、收入停滞的背景下，借贷需求只会继续增加，更多人会被迫陷入以贷养贷的深渊。与此同时，房市正在崩塌。2024年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了19.5%。房价下跌，让大量年轻家庭的房贷断供，不得不再次借贷周转，以维持基本生活。曾经以为房子是资产的支撑，如今却成了压在脖子上的枷锁。人口危机也在悄然加剧。中国2024年出生人口跌破800万，创下历史新低。年轻人不敢生孩子，不是因为不想，而是债务的压力让他们没有勇气去承担未来。房贷、车贷、日常消费贷，每一笔债务都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把年轻人牢牢抓住，让他们在生活与希望之间摇摆不定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债务不再只是个人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正在被拖入深渊的预警信号。换句话说，债务危机不是某个群体的悲剧，而是整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。有人说，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再苦也要还钱的执念。可如今，连这种执念都在崩溃。越来越多人选择集体躺平，还不起，那就不还了。这不是道德沦丧，而是社会崩坏的前兆。当3400万人已经拖欠贷款，当8300万人靠网贷活下去，这个国家还怎么谈复苏繁荣？今天的中国不是被疫情击垮，不是被美国制裁击垮，而是被自己的债务链掐住了喉咙。